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翟子路晒白鹿婚纱照，5年3搭中圆梦，这对无冕 CP 让全网客疯了。2025年3月25日，演员翟子路在微博惊喜发布一组与白鹿的婚纱照，瞬间在网络上炸开了锅。随后的澄清却让人哭笑不得，原来这只是电视剧《北上》的拍摄花絮与宣传手段，让不少网友直呼被骗。电视剧《北上》自3月3日开播以来，以其独特的剧情和精良的制作吸引了大量观众。该剧围绕女主角夏凤华展开，翟子路则在剧中饰演男2号邵星驰，与夏凤华有着一段深刻而未能圆满的情感历程。此次婚纱照的发布，恰逢剧中白鹿与欧豪饰演的谢望和婚礼场景的高潮部分，翟子路作为伴郎的形象提前曝光，引发了不小的误会。婚纱照中，白鹿的中式绣荷与抹胸婚纱造型惊艳四座，其精致的设计赢得了广泛赞誉。娱乐圈近日被一组婚纱照点燃，翟子路在社交平台晒出与白鹿的9宫格婚纱写真。照片中两人身着简约礼服相视而笑，白鹿头纱轻扬，翟子路温柔凝望的画面瞬间冲上热搜榜首。这对合作5年的荧幕意难平终于圆了 CP 粉的梦，评论区瞬间被民政局搬来了3搭终于有名分的尖叫刷屏。事实上，这组照片并非官宣恋情，而是两人新剧《北上》的宣传物料。剧中翟子路饰演的邵星驰与白鹿饰演的夏凤华从青梅竹马到创业伙伴，始终保持着友达以上的微妙关系。粉丝翻出两人3次合作史，从《世界欠我一个初恋》里追爱失败的富二代，到九流霸主中默默守护的竹马，再到《北上》里并肩奋斗的运河青年，翟子路始终以深情未满的形象与白鹿搭档。此次婚纱照曝光后，连剧组工作人员都调侃，邵星驰熬了20年才等到夏凤华的婚纱，翟子路也熬了5年才等到白鹿的婚纱照。值得玩味的是，这组照片的拍摄花絮同样充满故事性。据综艺片段显示，翟子路担任白鹿拍摄模特时，曾被摄影师吐槽肢体僵硬，但成片却意外呈现自然亲密感。白鹿更在采访中透露，他紧张到耳根通红的样子特别真实。这种荧幕外的化学反应，让翟子路白鹿性张力话题阅读量突破3亿。业内人士分析，这波婚纱照营销精准击中了观众对长情陪伴的情感投射。正如白鹿曾评价，他总能用有限戏份让人记住角色。翟子路通过5年3搭的沉淀，从青涩新人成长为能接住白鹿演技的成熟演员。而两人从古装虐恋、市井烟火到现代创业的多维度合作，更被看作内娱少有的养成系搭档。这是翟子路与白鹿自2019年以来的第3次合作，从《世界欠我一个初恋》到九流霸主，再到如今的《北上》，翟子路始终扮演着男2的角色，被网友戏谑地称为3生3世男2专业户。网友们对邵星驰爱而不得的人设深感惋惜，纷纷呼吁两人在未来的作品中能携手晋升男女主角。尽管这次官宣只是一场美丽的误会，但它无疑为北上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热度。网友们对剧情的热烈讨论也延伸到了演员们的现实互动中。两人在综艺《你好，星期六》中的默契配合，以及拍摄期间翟子路对白鹿的细心关照，都成为了津津乐道的话题。目前《北上》正在热播，这场婚纱戏究竟是剧情需要，还是隐藏彩蛋尚未可知。但可以确定的是，翟子路与白鹿用5年时间打磨的默契，已然成为观众心中比美学天花板的最佳注解。或许正如粉丝所言，名分不重要，故事里的眼神遍布了人。2. 北上据悉，望和逆境成长，正义终将昭彰。
北上剧集由总导演姚晓峰携手周南联合执导，剧本出自赵东陵之手，主演阵容包括白鹿与欧豪担纲领衔，辅以翟子路、高志廷、李婉达及刘恒甫的联合演绎。此外，胡军、李乃文、岳阳、齐欢、刘薇薇、童磊、涂玲、刘敏、朱铁、楚栓中等一众演员特别加盟，而王学银与萨日娜则以特邀主演的身份亮相，共同呈现这部现代剧情剧。该剧现已进展至第30集。在最新剧情里，经由谢望和的不懈奋斗，蜜蜂公司最终战胜了劲敌云图公司，赢得了这一阶段的成功。然而，望和也承受了沉重的牺牲。外卖站点的一位负责人何天明不幸遭遇车祸身亡。何天明之事，很大程度上归咎于他自身那套严苛的制度，这让望和深感痛心，决心全力以赴为他争取最高的赔偿金额。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平时总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孟总，此番竟与自己玩起了推诿。无论望和如何恳求，孟总最终只答应赔偿3万块钱。公司对员工展现出的冷漠姿态，致使众多外卖员选择离职。与此同时，天明的家人、妻子与母亲在得知赔偿金额之低后，愤然携带花圈聚集于蜜蜂公司大门前，坚决要求与海淀区负责人对话，寻求公正的处理结果。邱林与宋总这2位素来对望和不满的兄弟，终于逮到机会对望和进行指责。他们悄然联络媒体，大肆宣扬望和的冷漠无情，企图以此向孟总施压，让望和被解雇。观看了最新的剧集后，小编不由自主地为望和的境遇感到担忧，同时深感望和所付出的努力未得到应有的回报。他全心全意地为公司拓展版图，然而到了关键时刻，竟无一人伸出援手，特别是孟总，反而让邱林和宋总趁机加以打压。相较于在此受委屈，我倒宁愿与邵星驰、夏凤华他们一同归家，至少能求得一份宁静与自在。根据最新的预告显示，望和的坚韧远超我的预想，并非轻易就能被打败的。尽管他确实在宋总的压力下离开了公司，并因此一度消失无踪，但他的失踪并非出于沮丧放弃，而是暗自行动，搜集能扳倒宋总的关键证据。具体而言，这些证据涉及宋总无视公司利益，擅自联络媒体，刻意扩大外卖员被撞身亡事件舆论影响的行为。当他再度回归公众视线之际，孟总也已将蜜蜂公司内的2大麻烦人物彻底逐出了公司大门。孟总为表彰望和成功清除内部隐患，决定派遣望和前往杭州蜜蜂分公司担任镇首要职。这一职位曾是望和向往之职，却早前被孟总以海淀区急需其才为由婉拒。现实让他赴任，可谓恰逢其时。文章的尾声稍提一句题外之语：望和被蜜蜂公司解雇之际，云图公司的掌舵人曾有意将望和这位才俊纳入自己的团队，然而望和却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我猜测他之所以拒绝并期望离开，或许是因为厌倦了北京尔虞我诈的日子，渴望在铲除邪恶、伸张正义后，能隐退至花街，与亲朋好友共度宁静时光。倘若我的推测无误，重返花街之时，持有蜜蜂公司期权的谢望和定能问鼎花街首富之位。尽管与孟总这类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相比仍相去甚远，但较之于三娘子，无疑是远胜一筹的。本期节目已接近尾声，欲知该剧更多剧透惊喜、线索剖析及人物深度解读，请即刻关注小编。同时，诚邀各位前往文章底部评论区，共同参与本期话题的讨论。